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是时隔回归啊，给大家伙再次解说《三国战记119》系列。这次给大家伙解说呢，是来自于我们《三国战记》啊，这个在单秒领域上目前成就最高的男人，也就是人脑单秒赵云秒16，119原版的作者啊秋收，他也是唯一一个啊这个秒16方案成功秒16的人。而呢，这个另外的有很多呢，秒16方案、秒15的人有太多了啊。这个包括空白也是非常点儿背啊，好几次都是低级失误啊。但是没办法，目前只有秋收出了。不过咱们先不扯这个事儿啊，今天给大家伙做的这个内容呢就不一样了。这是秋收的一个另类作品，什么作品呢？啊，作为他是这个顶尖大神啊，他的玩法呢是近玩法。这个近玩法呢，并不是赵云的武进玩法，因为大家伙知道啊。赵云呢打武进有点难，咱们打武进最多的是诸葛亮、魔章，啊，诸葛亮和魔章这都是比较多的啊，甚至还有人玩什么，这个当然白张飞也是啊，白张、魔章加诸葛亮，这是最多的这个玩法。而这次呢，咱们玩的不是，咱们玩的是这个赵云的这个限制玩法。他呢虽然说他禁地，而且呢，他也进了这个气儿，而且呢，他也进了血，啊，就几乎就是按理说是什么都进了。但是呢，最难的是啥？就是你看他这个防他不进啊，你看刚才第一是防他不进，第二跳他不进，也就是说他少了2个进啊，少了个 B， 少了个 C。很多人说那进血呢，刚才还吃血啊，这个为了加分啊，咱们就不多说了啊。这个主要就是在地上，你万一 A 的时候不小心。对吧？就是本身你想打人，结果吃这个分了，哎，干脆吃了得了啊，反正也就那么回事儿。但是如果说他要是5级了之后啊，肯定是不能再吃了啊。5级之后你加血了，你加血量上限了，你再吃那不就补血了吗？那当然不小心吃了也可以用血杀给补回来啊，这个也就那么回事儿。那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，就是说自从我狼回归之后啊，今后也会更新很多这个创纪录的作品，无论是最新的玩法还是怎么样。这个玩法呢，就玩的稍微的规一点啊，因为这个近玩法它一定要规，你不规它是不行的，因为咱们是进血的嘛，你不能吃血，那就很难受。而且呢，这个咱们这个玩法呢，还要多加点分儿，对吧？你分儿高的话，你可以给自己加这个人儿啊，奖命。哎，你看这一下就难受了啊，这一下就难受了啊。然后这个版本也是天王啊，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版本是天王。天王难度，如果不是天王难度啊，它这个也没有意义，兄弟们啊，一定要是天王难度。很多人说刚才挨砍了这么一下，我怎么感觉好像不是天王难度？是的，是天王的，兄弟们啊，这个相信我就好了。可以看到现在他在浪费时间，我们快进一小下啊，这个都是常规快进时间，我们就不多说了啊，这就是为了不墨迹大家伙的这个基本时间啊，反正呢大家伙心里有数就好。好，感谢我们的17哥一手大飞机，今天晚上啊，这个我狼。5星我估计有点难了啊，5星是有点难了，但是呢，这个几星都一样，反正呢送礼大家伙给我狼就是有收益就好啊，细水长流，咱们到时候对吧？我狼这份职业呢能做多长时间，也是看大家伙能够怎么捧了啊，大概就这个情况。然后刚才说要解说那个逐鹿中原4剑那个，今天我在刚刚开直播的时候呢是解说过了一次。带病直播啊不太容易，这个视频呢解说完了之后呢，我就回去睡觉了啊，就是因为明天呢小狼过生日，我还要给小狼过生日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这个生病，尽量今天少干点，然后明天呢回来有比赛，然后明天再给大家伙看，这个做完了也12点多了啊，兄弟们啊，不跟你们开玩笑的，做完也是12点多的。好，来看看。这边呢打起来啊，跟大家伙讲，就是说，他刚才爆气了啊。这里面爆气呢，首先呢就是，反正也没有用到刀刃上，所以那个爆气呢也不算。有的时候把气儿给这个用掉了，也防止在连招的时候呢过程当中不小心练出了上下手。但是呢，这个没有必要啊，其实都无所谓的。反正就是一般上下手很少能练得上啊，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。它不像下上手。好。那目前为止呢，2级，天王难度打近玩法呢，一定要算分数啊。这个不是说咱们要单秒杀，主要是你玩的过程当中吧，你升级，哎，你的 BOSS 啪那么2下，你老疼了，对吧？你必须要考虑这个升级的问题。好，
这里面呢，跟大家伙讲，就无论是多牛逼的大神啊，就哪怕就是强如这个秋收，你就是他也照样有点龟啊。你看第一关奔着无伤玩法使劲儿，但是不小心还是被小兵偷了一点。来看看这样的话，一开局这局怎么打？1、2、3、4，跳 A 啊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小连招啊，跳 A 不好打，他甚至有的时候不像诸葛亮可以跑的那么爽。1、2、3，转身1，跳 A 一撩，后面那个铁甲兵啊，作为天王难度，你看就能看出来，这个铁甲兵确实太变态了。跳 A 左右追地，再追地，跳 A 左右一挑，好。赵云还好啊，这为什么不进这个？为什么不进跳啊？这个赵云这个跳 A 太厉害了，跳 A 可以左右，对吧？可以打出2点左右两边的判定，这一点就非常赖。1、2、3、4，挑起来，小心铁甲兵。好，一定要小心啊！跳 A， 再来卡起身。好，这是好机会。1、2、3、4，跳 A。打血少是少了点啊，但是如果一会儿咱们这个级数高了啊，等10级了之后啊，单 A 的这个速度变快了，咱们在打 BOSS 的过程当中也会打得非常容易，2个跳 A 就能打死。好，一个跳 A 前沿锁。这里面因为咱们是禁地啊，其实啊，我个人感觉啊，所谓的5禁最难的就是禁地加禁血。对吧？咱们正常，其实你们想一想啊，就是禁地加禁血，再加上禁气儿，你禁气儿就更赖了。你像这个玩法啊，对于诸葛亮来说就不赖。诸葛亮玩法，他虽然说禁气儿也禁血，不禁气儿去啊，他虽然说禁地又禁血，但是他不禁气儿。诸葛亮呢可以选择前锁呀，锁，雷霆万钧，甚至是对吧，呼风唤雨，多赖啊！他又不禁 BC， 他可以爆气，可以对吧？但是他禁气儿的话，诸葛亮也不行。对吧？其实我个人感觉啊，你给诸葛亮一个跳和他一个防御也没那么厉害吧，我感觉就那么回事吧啊。但你像这个玩法呢，是少了一个 BC 啊，就是5禁变成了3禁，但是最难的3禁，对吧？你最难的3禁，那就不用多说了啊。所以说这个跟5禁比起来，我觉得肯定是比5禁要简单一点点，但是又简单不到哪去。所以说也是最高玩法，因为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赵云有5禁的玩法。你看有谁出来了？很多人说，那这个玩法，他既然不进 BC， 他就不能一命通关嘛？当然不能。其实进血加禁地再加禁气儿，这个3大难进啊，你就会发现他妈的，想要一币，那你这个能一币，你进 B 进 C 有可能都能一命啊不，这个如果这个能一命，那个没准都能一币啊，那就更不用说了，对吧？好，直接走下路，这里面咱们先不扯呢，你进去也没啥用啊，你这个隐身衣2件。这个吃了你也放不了，对吧？好，来看看这关。目前为止呢，咱们全程呢只挨揍了1次啊，因为在第一关打小兵的时候有点不太小心啊，不小心挨揍了啊。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情况。好了，感谢我们的魅力阿江赠送我狼的一手大飞机啊！我狼回归之后啊，又是一飞。今天晚上这哇，哎，这5星有希望啊，5星有希望啊！哎，好，抠过来。感谢阿江哥，哎，现在应该是只有1火就能啊，现在应该是只要1个火我就能5星了啊，这刚回归就5星，那也太强了啊！他妈的，就是但是人不要脸啊，你懂的，人不要脸这个事儿吧啊，这个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，这种事儿不靠谱啊。好，一顿前锁，这里面呢，其实打这个炮车啊，其实前沿锁是比较好。最牛逼的前沿锁是这个黄忠的，黄忠前沿锁啊，它直接就是2点伤害，他2点，这样就可以非常的过瘾。好，一顿前抠，然后把这个黄红这个兵啊勾过来，1、2前锁，1、2、3、4。该吃啊！我跟你们讲，为什么要吃这个小箭筒？不能放，但是为什么要吃？就当把这个箭筒减满了，身上的宝减满的时候呢，你在打 BOSS 的时候，连招不会出现问题。睡不着来听说书了 ，OK 啊！我狼回归了啊，这就算回归了，兄弟们啊，那没什么好说的。好，现在准备卡兵。哎呀，我靠，这一杵子有点背啊！
好，要不要卡兵？没，还是卡不好啊。他这个卡兵能把兵卡的正上方那个峡谷那里面，但是刚才你看，现在是全程挨打2次，他是被这个铁甲兵抠了一下。好，这是尾连，哈哈，就是我，不是我，猪哥真，我操，猪哥真火了，不是这，我操，这真的奔着5星世界，哇！不是猪哥这幸，我寻思猪哥都睡觉了啊！猪哥真火了，5星了，5星了啊！猪哥，好，这回还是卡兵。你看这个卡兵的玩法是非常准啊，就是正常打卡兵就是这么卡的。然后你尾连打这个 BOSS 啊，他又不是越级，他比对吧？彻底级比越级要牛逼啊！大家伙都了解。好的，练了个必杀，反正这个必杀也没有什么太大用处。好，感谢猪哥啊！猪哥今天晚上真是我首火。然后呢，这一下就，感谢猪哥，感谢猪哥，这个确实是对我狼没说的啊。哎，5星了，这个回归了1年，然后第3次5星，哎呀，真是太幸福了啊！我能预想到明天好像是没有什么礼物了啊。能预想到礼物该送都送了，还好啊。其实不在乎天长地久，只在乎曾经拥有。点错了能退给我吗？退不了啊！我这个人啥都要，就是不要脸，那怎么可能会退啊？这种退是不可能会退的啊！加油加油！好，可以看到啊，这里面呢打出来的血也不能吃，小动物也不能吃，总之就是一句话，不能吃。这个对于咱们这些玩家来说，看起来非常讨厌啊！很多人说，我就看着地下有东西不吃就难受，看那些高手玩游戏有分他不吃啊，他自己也知道不吃分主要的目的为了算升级啊，为了怎么样，但是他不吃了就心里不爽，你这个就你懂的啊。好，来看看面对老虎，送老虎，最狠的还是刚来一边去啊！刚来啊！我等你半天了都啊！这2个兄弟跃平大海，这我弟弟振涛，刘华强啊，强子啊！听说你对吧？老哥我玩的比你早点，但是你强子的名声我也略知一二。听说你讲义气重情分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儿说话啊！太客气了啊，是都自己兄弟，对吧？好，这个玩法呢，你看啊，打这些小兵他都这么猥琐啊，这没办法，因为这个游戏就是稍有一点失误，对吧？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那种。这小兵打你一下，你不要小看啊，天王难度抠你些不少血，只要你废了血就加不上啊，你就得死命才能，你就得死人了，你这个血才回回来，对吧？闪电5连鞭已经这都过时了，这都2019年的事了，兄弟啊！现在都2021年了，对吧？新冠疫情已经第3个年头了，对，马上快啊，马上快第3个年头了，你说这有跑吗？啊，好，来看看是第2关。其实这个玩法啊，大家伙心里清楚啊，心知肚明。猥琐是肯定是要猥琐的啊，我们有的时候小快进一下啊。它这个整体时间是打了70分钟左右啊，所以说这个玩法你也懂。好，大鹏展翅，这个轻兵啊，这个大鹏展翅伤害还是不错的。我要学混元功法，不是猪哥怎么说啊？猪哥啥时候来牡丹江啊？啊，就是你们可能都不了解啊，当猪哥给了我一个名片之后，我发现猪哥的名片上带国徽，我靠！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说这个意思啊？就是你谁的名片上都是这个总经理那个董事长的，但是你见过哪个啊？我不多说了，你自己悟吧，兄弟们啊！好，来，他这个卡的话是正常卡兵玩法，
还是说拖卡兵玩法？我个人感觉，除了灰灰的玩法啊，都是正常卡兵玩法。灰灰是拖平卡玩法，我能理解。来，看看怎么说，跳 A 一勾，挑起来。哎，你看这个铁甲兵啊，也是啊，这走位非常淫荡。啊，大鹏展翅这个位置。哎，这个跳 A 是真管事儿啊，兄弟们！赵云拿着这么长的枪，然后刚打用那个枪托去打，明显是有点扯犊子。所以说你懂的，跳 A 是真关键啊。好，卡兵玩法，大鹏展翅，跳 A， 挑起来，直接打死。跳 A， 还是要打进角落的玩法比较好啊，能不能打出尾连？好，单 A 大鹏展翅，跳 A， 大鹏展翅，跳 A。可以追地，但是他没追。前前锁跳 A， 大鹏展翅，跳 A 不捡，将军印没啥用啊。哎，就是你不落地，我单 A 就大鹏，我不需要打你太多血量，我就是一下一下打你就行。你看这个路子非常好，前前锁大鹏展翅，跳 A， 大鹏展翅，打血不多，就是实惠啊。刚才防了一下，一防了，没说不让用防啊，那还让用跳呢，你咋不说呢啊？这是进血、进气儿和进 D， 没说进 C， 也没说进 B 啊，对吧？你这得整清楚啊！跳都能跳，那还玩啥？好，你看卡住兵了之后，这个玩法啊，前锁大鹏，追地。这啥？为啥要追呢？马上快死了，不追白不追啊！好，可以看到该打分打分。反正我估计啊，他也就能讲1条命吧，他应该讲不了2条命。他如果讲2条命的玩法的话，就不是这么玩了。但如果讲2条命的话呢，那可以多死1条，对不对？开始说进 CD 的，开始说进 D 的，你就我这右边写的清清楚楚啊，这右边写的很清楚。你说你非得跟我犟这个事儿？那就算我口误了，右边写的也很清楚啊。隔一天播一次，以后每次都是回归了。不是朱哥，你这个话说的我差点就信了啊！我隔一天，对呀，我隔一天，我操，我这招挺赖啊！啊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悟了啊。好了，我们看看现在这边是这个第3关啊。咱们正常这关的话，走反路阳平关。其实进玩法呢，不知道啊。进玩法的话，选赵云，因为咱们也进气儿，你不能用哪吒滚轮，也不能用倒转昆仑，所以说打左慈，我们看看是要跳还是要怎么样啊？还是说正常打，这都可以啊，都看情况啊。啊，其实赵云啊，对于新手来说啊，我原本以为对于新手来说赵云特别简单。后来当我研究赵云之后，我发现对于新手来说赵云也挺难。但当你把诸葛亮玩明白了，哎，当你把诸葛亮玩明白的时候，你回去玩赵云，你会发现赵云也还是简单。这就是取决于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之前我记得想当年我玩这个游戏，大家伙都知道玩的不是很好啊。我玩这个普通难度，除了诸葛亮之外，所有人我都不能一命通关。我选白张飞也不能一命啊，不一命去了，一臂啊，一臂我都不能，因为诸葛亮我也不能一命啊，诸葛亮我只能一臂，但诸葛亮我有可能就死1个人就可以。然后呢，玩这个普通难度，我其他角色都不能一臂通关，但是呢，玩的赵云，哎，一臂了啊，就第一次玩，哎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个角色还真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啊。因为他对于新手来说友好就在于他的这个伤害呢不高不低，连招呢就什么招都能怎么连都可以。比如说你单 A 直接接大鹏，你像刚才打那个我单 A 他浮空了对吧？他不得已经起飞了吗？
对吧？我打的不可能像1、2、3、4大鹏展翅，那么我就单 A 直接大鹏，跳 A 大鹏跳 A， 我就这一下打的血也不少了，对吧？至少比你诸葛亮1、2、3弦锁狠，是吧？啊，这就挺狠，而且赵云的初始血量也不少，很多宝都能吃啊，再加上他的哪吒滚轮和倒转昆仑特别厉害，有很多特殊的 BOSS 啊，比如说像左慈，你爆气倒转昆仑能打一个不小心能打个3、4点，那很过瘾，是不是？但他打有一些 BOSS， 对吧？你而且赵云打气儿速度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慢啊，所以说挺好的啊。这是直播的啊，是直播，但是我是在播这个秋收的这个打的这个极限录像啊。好，连续的单 A， 马超还真，我感觉马超比赵云要难得多啊。就是对于新手来说，马超首先上手他就难，他上手就难。好，这里面把所有的气全都用掉啊。这里边他是选择，其实他爆气的话也是为了快速的消耗掉气儿，但是你这个气儿爆了之后，那就得等气儿消失了才能打，要不然就犯规了啊。好，其实到目前为止他也就是挨揍了2下而已啊。啊，他这个跳 A 再跳一个跳 A 就可以把这个兵打死。赵云打那个鹰是最快的啊，一个跳 A 就可以把鹰打死，而且本身鹰就得跳着打。好，铁甲兵一个一个打，比较准啊，这个打法还是比较稳妥的啊。啊，一顿斜线锁。失踪人口回归了啊！我迷你也来了啊，确实是刚刚回归，今天刚回归，然后明天也会继续来，明天有决赛啊，明天有决赛，当然了也会继续来的啊，往后也会继续往后走，然后包括11，然后包括跟大家伙一起再过个生日啊，这个10月3号吧啊，这次回来好也是要正常好好播的啊。好，而且好像听说斗鱼是加工资了，就是斗鱼的这个工资是加了一点啊。这个等10月份的话呢，这个只要我能达到要求的话啊，可能工资会加，那么得加一点啊，反正会加一些啊，挺多的啊，我也不知道多少，反正听超管是这个意思。电影拍完了。我是去学了不少东西，但是我的镜头不是特别多，我客串了几个角色，然后自己演的还是本色演出的解说啊，但是我觉得演的不咋样啊。好，咱们看看他直接走阳平关，他这是选择跳关的路线啊，这个路线并不是那什么，他直接就是跳关了，直接不走这个什么，不走这个梦幽啊，直接跳关。电影叫《电竞天才》，但是上映还得明年暑假的时间啊。啊，连续的单 A， 这个打这个扫兵啊，我个人感觉啊，确实是，其实是最考验耐性的。打 BOSS 的话呢，全神贯注；打小兵的时候呢，有可能有的时候就非常你就非常着急啊，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小兵不足为虑，但是往往啊，人都是有的时候死在小兵上的。你像这个张飞。啊，就死在这个范江和张达手里。虽然说他俩算不上小兵，但是呢，反正也算是没什么太牛逼的这个作战本事。反正总之来讲呢，就是搞后勤的就没搞好，然后被他搞了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就是死在小人物上啊，所以说一定要不要掉以轻心的啊。好，卡住兵的话呢，这边锄头的这个胖子先给搞死，打死那个铁锹。锄头胖子的话，肉还是比较厚，先打死铁锹啊，前前锁，还得再打啊！一个夏侯惇出来了，好，卡住兵哎，这防还好啊，这个有这个不进 BCD 啊，应该说不进 BC， 应该说。卡住兵呢，其实还是比较简单，他想把他打到这边打，大鹏展翅，单 A 大鹏展翅，单 A 不选择这个追地，反正他起身就会非常傻的练一些这种招，你可以用歪轴来躲。好，再大鹏展翅，
其实这个3进也是5进当中最难的3个进了，所以说这个3进也不丢人啊，兄弟们啊！我感觉那个不是铁锹，应该是做饭的啊，那个埋锅造饭的那个铲子，为了炒菜用的啊。一丝血，哎，太可惜了，一个前锁就会死。跳 A 也行，这个跳 A 的话也是非常牛逼的招式啊，这个都不用说了啊。好了，哎，这个胖子一顿，哎，你看这帮人一顿往后退啊。这里面很多人说为什么要打这个小兵，主要就是为了加点分儿，有分儿的话能这个加命啊，早点加命，早点完事儿。对吧？要不然搁这扯那个事儿呢，对吧？好，先不要考虑那3个睡觉的啊，那3个睡觉的劲儿的不用管。好，再一顿转身锁，一个一个打，然后你看这还搁这睡觉。哎，我感觉这个站着睡觉啊，我小的时候也站着睡觉过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老师经常说：“小狼，哎，对吧？你给我站起来啊！谁让你睡觉的啊？”我说啊，那我站起来，那我站起来睡，那我或者我真的站起来睡觉过啊。这打瞌睡，而且惊醒的时候还有一个啊这么一个声音啊，这么一个动作，老嘚儿了啊。好，看看这个，你看啊。这个黄石公吃不了，是真的是劲儿啊！好，那要拖兵，1、2，往回跑，这个一定要卡兵啊！进玩法呢，卡兵更重要。我记得有人还要挑战什么呢？挑战5进不卡兵，然后不用诸葛亮，不用魔张飞，那也是挺变态的。用白张飞也挺变态的，兄弟们啊！好。一会儿辽神，他这个蹲是啥意思啊？他主要是等这个装置把那个小兵给砸死，砸死了之后啊，他现在先把那个铁甲兵给清掉，是这么一个路子啊，并不是他那个为了那什么。好，快进。反跑，他这个你看吧，你再赖啊，你这个风卷残云杀，你就是再远你也打不着我，对不对？大鹏展翅跳 A， 大鹏展翅直接秒掉2个，哇，还是这个千算啊，千算万算，最后还是被打了1点啊，这个太惨了，这个啊。好。再跳 A 追 D 啊，那他挑战的那不就正在挑战吗？啊，挑战成功了，这就厉害了呗啊！这个玩法就是玩法。那你要赵云要是6进，我操，那变态了啊！要尾连不可能，你尾连他是纯属扯犊子啊，这整死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挑起来，追 D 一挑，大鹏展翅，跳 A。再追地，你这反正是你打血虽然说不多，就这么一点点蹭你也没招。最后一次追，直接站起来，接引锁，好，这是好机会。1、2、3、4，一挑单 A 大鹏展翅，打血还是少啊。这2套招也打不死了，就刚2套招才能打死啊！没有追地，擒擒锁，好，单 A 加擒擒锁，这也是连招啊！擒擒锁他单 A 的话，可能就有一定的危险啊！必杀，练个必杀吧，求你做个人吧，反正你一会儿还得练，对吧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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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我们的迷你啊，迷你小花花啊，2手大金卡支持我了啊！这是5手大金卡，为什么能6追地？其实它也有关键兵卡在那儿啊。它这个打着了，你有的时候你打，你像咱们正常玩，
他是3追了之后呢，你不能接着追，但是呢，你打着打着又可以追了。进的话就是屏幕右边写的啊，进血、进气儿，还有进地。哎呀，这太他妈背了！大红展翅第1点挥空，然后被这个拿破仑打了1点，这个就是你说点儿背吧，还是他不够稳。我觉得啊，这个不是他点儿背，就是他大意了，他不够稳，你懂吧？对不对？噔噔噔！好，在这里练必杀，反正是也白练啊。好，明天比赛8点钟开始啊！明天8点钟开始比赛。明天比赛呢是今天的8位佼佼者进行最终的罚站赛啊！到底谁能够？我操，这一刀啊！这一关开局不顺啊！我觉得秋收他不如第1关玩的那么好。他第1关其实还挺好的啊，那个确实有点被挨打那一下，但是呢，确实你说这一关一上来这2点，他都可以规避的，只不过他可能就是觉得啊有点放弃了啊，想挑战无伤是不可能，对不对？好，在前跑，直接过图。这里这个烽火台啊，你看。打这个小动物，其实赵云还得3下就能死。1、2、1，老虎。你看这个，但凡能揪豆啊，但凡能揪住怪的这个，是好。有的人他揪不住怪，但是呢，他揪不住怪，他有一个揪怪的方法，他用下蹲 A 来揪。你像马超，貂蝉，这都是正常，你要前搓都是揪不了怪的。但是就因为他揪不了，哎，我下蹲 A 揪起来比较简单，而赵云的下蹲 A 啊就有点傻，对吧？赵云的下蹲 A 就没那么变态，而貂蝉啊、马超的下蹲 A 啊都非常的强悍啊，所以说有的时候游戏角色设计的啊，这方面有缺陷，在另一方面啊就非常的强势的。讲讲故事呗，没啥故事了。我狼这个这不刚回归，今天解说完那个比赛之后呢，我这不是。给大家伙讲这个技术流，其实这个玩法我也是正好凑了这个时间，正好1个小时，我解说到12点，回家睡觉啊，刚刚好。哪个角色最容易上手？诸葛亮啊，你想都不用想啊。其实对于新手来说，也可以挑战一下白张飞，比较简单。1、2、3、4，狂风式，完就是狂风式，完就是狂风式啊，就完事儿，对吧？好，跳起来左右啊。一定要跳起来左右，不是跳起来右左。如果跳起来右左，再见，拜拜，亏空了，直接打没了啊！再见了。好，这里面有这个，你看有这个各种补，你还吃不了的这种感觉，多嘚儿啊！你说啊？啊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其实哎，我现在看三国啊，我觉得好像就是，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人把三国都解析透了，什么西游都解析透了，那你说这个明珠还有意思吗，兄弟们？就是你看啊，现在咱们说是看什么，什么80后的回忆、90后的回忆，一看那个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，等到再过对吧？再过20年，就还看什么86版《西游记》什么《三国演义》？会不会有一些新导演要拍新西游、新三国？然后到时候是吧？咱就不说00后、10后，到时候是20后、什么40后的，我说你这听起来40后什么感觉啊？这感觉都怪怪的啊！好，这个正常还是要打貂蝉的，那他这个玩法是不是要走雷道啊，兄弟们？雷道。雷道该说不说，该火也是火啊，你懂的啊。我今天应该是学不了尼亚亚了，兄弟们，我感觉我就是学不了啊，太嘚儿了，是吧？好，貂蝉，
主机的话打，咱们副机的话就可以 A 这么 A。主机的话 A 不了，但是主机的话呢，其实也未必那么难打，因为这个不需要卡兵，它没有那个什么，它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小兵啊，这个就比较那啥。但是它这个僵直特别快，1、2、3不要4啊，1、2、3直接就大鹏，千万不要点第4点。而且距离远也不能再接，你看很危险。这个貂蝉的这个受创僵直啊，特别高啊，特别低，对吧？就是有这个霸体硬汉的这种感觉啊。好在他的防御力不是很高啊，而且他也不是特别害怕什么属性攻击，就是怕物理攻击。一个柔弱女子怕什么物理攻击？怕什么那个属性攻击啊？就是物理攻击。最后一套基本上是无伤的啊，1、2转身前锁，好，雷神锤要吃吗？啊，2万分啊，你这不要白不要啊，2万分得加一个啊，这样的话有可能会抢2个命，兄弟们。好，剩下鹰就跳起来，跳 A 就行了，鹰是最简单的啊，这个对于赵云来说，只要有一手跳 A， 这个鹰就是锤子，没有任何的这个玩家说用赵云的时候打鹰还要考虑什么问题。这2个箱子1000分啊，不要白不要的啊，无所谓，都不打了，不浪费这个时间，不差这点分。好，来看看，马上是，马上就是传说中的萌萌。作为秒杀最难的 BOSS 啊，萌萌啊，果然是这个非常有煞气。好，哇！其实该躲要躲，你看这些小兵，你说你不躲他，你就真的是瞅的就膈应，对吧？该躲是要躲的。1、2、1，好，丢。好，看看吕蒙这一局，正常的话呢，咱们由于还是纯物理攻击打他啊，还是不用怕，因为这个人物就是怕物理嘛。你看，一个大鹏加飘 A 再大鹏，这一套招呢已经比以前打那个第1关的 BOSS 要爽得多了啊！大鹏展翅起手跳 A， 大鹏展翅起手再跳 A， 再大鹏展翅，这就是4招1式。你看你什么招起手啊？你可以选择跳 A 起手大鹏，跳 A 起手大鹏，跳 A。也可以选择大鹏起手跳 A， 大鹏起手跳 A 大鹏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。但是你如果单 A 起手的话呢，那就嘚了啊！就是单 A 的话，血量可能稍微少那么一丢丢。来看看，骗他出招，单 A 跳 A 过来，卡起身，大鹏展翅起手，前锁，但是距离不太够啊，再加上有小兵去阻挠，这有点危险。跳 A 再大鹏，再跳 A。不要贪啊！其实稳定的输出才是关键啊！就不要考虑说我一套招打他多少血，对吧？求稳，小心，一定不要被这个小兵包夹啊！被小兵包夹的话，好的，这个上升它是不太费血的，所以说不要着急。有的时候有的 BOSS 的有的招啊打血不多，或者说是不费血，就跟那个你升级正常升级暴气崩到人不费血是一样的啊。但是重置必杀的话就另说了，是真人啊，是真人啊，怎么都觉得是录像的？那他妈有摄像头还是录像啊？我他妈真服了啊！有录像会写着是录像啊，对吧？你这个就有点欺负老实人了，兄弟。好，好，单 A 再过来。挑起来一根，哇，这个防很快啊，这个反应速度。前一段时间那你就是不关注我啊，出去拍电影了，这不刚回归嘛啊，刚回归啊。好，大鹏，其
其实他可以再接一招了，但他没接。追地一挑，其实时间还是不太够啊，感觉跟诸葛亮差不多了。这个近玩法群物理攻击也不稳，因为他的连招啊还是靠这个单 A 起手啊，除非说你像他那种大鹏展翅，你不是他那个起飞你大鹏展翅起手打5连，但是这5连也伤害不高啊。3个大鹏展翅加一个亲亲锁或者加跳 A， 你这个就不是那么想象中那么强，对不对？好，智破8阵图，今天晚上压不了啊！我这个整个这个呼吸道系统还是有问题，学不上来了啊，兄弟们啊！好，开局就是一个讲命，那绝对能讲2条命啊，兄弟们，这是能讲2条命的，但是他在哪儿死你们就懂的。虽然因为是一币通关啊，咱们不可能一命啊，这个玩法一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人脑打出来，所以说你懂的啊。直接过图，闯火牛阵是不可能闯的，但是进那个蒙古包也没有必要，反正那里面的东西你也吃不了啊，对吧？吃了你也没有用啊，一个大腿，还有一个太清丹经，对吧？好，一顿挫。确实啊，这个现在这个肺部跟火烧一样啊。其实感觉咱们看三国啊，从小看三国，你们基本上《三国战记》这个游戏都知道自己我玩不了它这么好，但是呢，又觉得没那么难，就怎么总有这种玩家有这种错觉啊？其实当你一玩的时候，真的是啥也不是，就像我玩那什么似的啊，你看他们弹钢琴。其实看弹钢琴呢，感觉好像只要溜了怎么都行，但是发现怎么才能溜起来，这个才是最关键的，对吧？你看那个朗朗弹那个匈牙利狂想曲，对吧？第2号狂想曲啊，什么包括弹什么东风啊这种哇，你看他弹的就是。你像咱们，他不是为了炫技了，就有时候他弹的都可以融入感情进去。你这个东西就玩这个游戏也是啊，他都不是说我要怎么样了，对吧？我是单秒也好，速通也好，都玩的都是艺术了啊，对不对？好的，一顿切磋啊，转身。明天我儿子过生日啊，这个应该就喝不动了啊。明天过生日啊。赵老板要不要来捧个场？好，这边是在准备抠啊。沙摩科这里面我们看看啊，他这个路子的话呢，因为咱们捡雷神锤了，一会儿肯定是要走雷道的，不要考虑那个越级和哇，这个老虎啊。不用考虑这个越级啊，我准备杀我的黑的几点啊？那你这个时间段肯定应该是不够用了啊。我这边这个说完了就正常应该是下了的，然后你要来倒是也行，但是对于你来说不是太早了嘛，对吧啊？明天可以，明天晚上的话啊，因为明天小狼过生日啊。好，直接走。不知道赵老板明天能不能起来？起来的话也可以参与一道啊。好，这边是捡起来。一会儿呢，破阵的话都还好说，我感觉就是你打不打吕布都无所谓啊，你打吕布干嘛？咱们也正常是走这个盘山道回来的，所以说一手雷道就行，打不打吕布都无所谓，而且没有必要打。不过很多人都你要知道啊，你主要是打吕布不难，吕布简单，他最难的是他妈的那个吕布前面那帮小兵。哎，你们不用小看那帮小兵啊，那个破阵那帮小兵，我说句实在话啊，这真挺难的啊。去就2点，那应该是不行了啊。明天就在休息。你看我今天也是没怎么恢复，我这个鼻子还囔囔的啊。好，那看看明天
明天你看中午能不能起来？中午起来，要不然过来挺一波。我明天去那个，你要是行的话，明天我给你发地址。你说的2点是下午2点吗？我靠，还是说一会儿的2点？好，来看看，打肯定是不打了，这能看出来啊。但是他尽量保证自己的安全。这个地方呢，打气儿没有必要，因为不是没有必要啊，他妈的你肯定没必要，因为进气儿嘛啊。但这里面主要是为了安全。一会儿那个铁甲兵怎么说？好，这个女兵会发蝎子啊，这蝎子兵。我今天先回家睡觉了，今天没办法啊。跳 A， 好了，再跟红色，但是不要紧，打什么色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自己安全，以自己安全为主啊。哎，你看这个站位非常淫荡，这俩小兵还不过来骚扰，但一会儿有个坎儿，就是铁甲兵。铁甲兵这个地方有点难度的啊。好，跳 A 打倒啊，那懂了，还是砍那2个兵。你看这俩兵啊，非常配合啊。不打了，够了。好，直接过图，这个气儿还正常消失啊，这个气儿还设计的还是蛮好的啊。好，来看看跳 A 左右，一会儿沙摩科是跳沙摩科还是用沙摩科跳左慈？我个人感觉，因为咱们可以合理的去死一条命嘛，对吧？你可以死命啊，这无所谓。好的，这是不跳沙摩科了，明显看得出来了，明显不跳沙摩科。如果不打的话，打了 A 2下，1 2 3 1 2 1 2 3，啊，那就是不跳了，啊！咱们是进气儿的啊，打左思没有那么简单的。追，跳过来。哎呀，哇，这一个锤子，我操，这10锤了啊！这一锤子，那这你看出来是天王难度了吧？这他妈这一锤子太多了血了，这个啊。好，没有玩赖，所谓的卡这个，其实还不如卡呢，我个人感觉啊。1 2 3 4挑起来，跳 A 左右。满血开饭谈不上啊，本身就是进血，谈不上开饭。好，跳 A 过来，追地一挑。好在这个陆逊的血量不是很多啊。哇，这一刀，吴进比赵云进 BCD， 我看出来了，太难了，真的。赵云进 BCD 太难了啊！他没有这个跳 A 真的不行，防都是次要的。其实我说实在的，主要是这个跳 A 啊，真的太赖了。没有这个跳 A， 这个赵云是锤子了啊！你看，跳 A 可以左右清兵，不敢连了。你看，用跳 A 来打骑手也是非常好的。漂亮，但是接下来豹子加这个左慈怎么说？豹子加左慈，哎，不行，真学不上来啊，真学不上来了，我靠！啊，大鹏展翅，就是大鹏。啊，这个玩法就是用大鹏来搞，跳 A， 再跳 A， 就我强行用自己最后的这个
洪荒之力啊，然后来学一个尼亚亚啊，强行了都啊。好。他老练这个就难受，练这个冰这个就很恶心。好，小心豹子，这很虐心啊！跳 A 打的血量是非常少的，你看，而且他不停的变换位置不说，再加上这么乱整啊，确实挺讨厌的啊。而且他这个小符一定要小心的这个符啊，一个冰，连续的发冰，这个感觉对于左慈来说啊，他这个发冰这个深井冰这个技能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？类似于他的必杀，因为他练这招的时候最恶心的是无敌啊，主要是无敌，这点是最讨厌的。好，对我是又瘦了啊，没毛病啊。果然啊，左慈是这个游戏当中最神的 BOSS 之一了。这个 BOSS 太讨厌了，你看，赵云也不好打。这要是但凡给他带用气儿的，可以他妈倒转昆，哇，这个福子变成一只小兔啊！在这关一个不小心要双杀，一个不小心双杀，好，3大鹏，不错啊。血杀，居然在这里练出了血杀，反正一下也是死啊！他有觉悟啊，他有觉悟，对吧？反正一下也是死。追着打了，跳 A， 时间不够了，漂亮，时间够不够已经不重要了，在这一关直接双杀了，你懂吧？先是被沙蒙科一个实锤，这样的话赵云果然他还必须得讲一条命的，你看的啊，对吧？那也是没办法呀，逼到份上了。好，又稳了，求稳了，跳 A 就行，反正时间够啊。这么一看啊，这没有哪吒滚轮倒转昆仑的赵云打这个左慈也真是不好打，他还不如像张飞，真的啊，真不如像张飞。好，该吃分。现在呢是148，然后加上10几万，反正还剩2关，这2关基本上啊讲一条命，然后再加上最后一关咱们走雷道，反正就是这么个路子啊，路子是这么个路子。其实他这已经玩得很不错了，这个地方呢你也没有办法。那个左慈跟疯了一样啊，本身就是天王难度，对吧？你就跟疯了一样，那确实是没招啊。好了，他进气儿，他主要是为了防止自己。他为什么气儿没有满？我跟你讲啊，他是在空就是没有兵的时候。或者快要过图的时候，选择爆气放必杀，这个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你愿意就是这个事儿吧，你没有从头看啊，就可能不太懂，它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防止自己在练招的过程当中不小心练出了必杀，所以说他在空气的时候，比如说像过图的时候，就把这个必杀给放了，空放一个必杀，或者是空爆一个气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会让自己对吧？在连招或者说打小兵的过程当中，别不小心练出了必杀啊，这么个路子，你懂吧？啊，我哪天回来的？我今天回来的呀！啊，好，他还要打分啊！其实这个分不用打，我感觉也够了吧？这都170万了，对吧？还是要打分，觉得分不够啊！你看，这是空放，对吧？他把这个必杀爆气了，空放，这就是在这里体现出来的。
他他这个东西吧，倒不是说没办法，这个可以理解，其实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啊，因为他没有造成伤害，没有干什么，他主要为了防止自己不小心练出了这招。因为你比如说你上面有个兵，下面有个兵，你先拉上，然后他往下走，你再拉下，摁了一下 A， 一个不小心就变成哪吒滚轮了。你这一下练了，那不更白痴？那不是打着兵了，那不玩赖了吗？那才是真正的破戒了。所以说，为了防止这种事儿出现啊，他尽可能的这个把自己的这个降低这种操作失误，对吧？一旦操作失误了，他可以那个什么，对吧？啊。好，连续的1-2，啊，这个血该吃啊，反正是为了加分的，满血嘛啊。一会儿看看赵云来打，这一关啊，这个游戏啊挺逗的。这一关呢，其实它是比较比较快，然后你第3关走盘神道，不走荆州城里，对吧？你这就直接就是一会儿上楼梯。跳 A， 拆车，没有，还是清了清兵啊。其实我觉得他怎么打都能讲命的，真的不用着急给他清了，这地方可以快进了啊。他是为了这个让自己多打点分，能理解啊。好，拆掉了，时间。1、2、4，挑起来，1、2直接挑，后面一个天天闯，你看这个小胖子多厉害啊！这小胖子确实厉害了啊！1、2、3，哇！我操，这个小兵，说句实话，赵云挺难，能看得出来啊。清兵，你在连招的时候呢，你不得不用跳 A， 但是呢，一个不小心，只要你一跳 A， 你的这个伤害输出能力又大打折扣。你看防。这个防也很重要，否则你只能血杀。哇，有穿透小兵的这一下，这太难了，兄弟们！他有点神情有点崩溃。相反，打那个待会儿的那个黄盖就比较简单，对吧？黄盖的话可以卡兵，虽然说是伪卡兵，但是也是卡兵，没有兵来骚扰啊，就相当于不是卡兵的问题了，他就是没有兵。1、2、3、4，一呆，跳过来，1、2、3，忍一手，挑起来，追地，好的。前面打的太奔放了啊！这个小胖子也是配合的非常完美无缺啊。但是一会儿打这个黄盖，我相信他打黄盖都不用费血，你们信不信啊？我觉得他打黄盖都不用费血，你们试一下啊，相信我。好。怎么说？黄盖1、2、3、4，大鹏展翅。好，看看这个黄盖怎么说。你看，没有小兵了吧？啊，哎，这你管我是伪卡兵还是怎么卡兵？没有兵就是可以打，没有兵这个人就是锤子啊，对吧？好，来，他又犯傻了。1、2、3、4，挑起来。单 A 挑起来，大鹏展翅，没有，他选择单 A。这样的话起身的话，这个他会傻逼放招啊！你看，傻呵呵的，1、2、3，传说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，大鹏展翅，没有，还是选择前天 A， 就是赌他起身，然后跑到一个傻的位置上再放招。你看，相反，作为 BOSS 啊。没有小兵的 BOSS， 第一是可悲的，第二呢，这个对吧？起身愿意放这个大招的也挺可悲的啊，左慈除外啊。这左慈那个呀的那个太狠了啊。
好，1、2，转身，没有追地啊。哎，身上其实相反，他练这个小葫芦这招啊，是真赖啊！你把这小葫芦练明白了，也挺恶心的。好，1、2、3、4，调起来。距离不够了，要不然你破屏幕有小兵。哎，不在乎这一时啊，不在乎这一时，不着急。1、2、3，一挑。其实他刚才打那些分，我在想，他可能也是考虑到我万一第一时间讲命了。我能不能那个，我别到时候打许褚的时候死了，对吧？他是这么个想法。不过现在好了，188万，那一会儿出来合肥逍遥津肯定啊13万，看没看见？肯定会讲命，一出来就是讲一条。这样的话呢，让自己有一个保底，然后咱们走雷道，绕过这个越级和这个魏延。所以说这一关的速度还是蛮快的啊。你看走雷道。走雷道直接进密室啊，不考虑这个逼事儿啊，千万不要考虑说什么，哎，这个小兵你不打他吗？你打他干嘛？你也讲不了命了，对吧？你要气儿也没有用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。好，把所有小兵全清死，然后直接出去就可以。这个很多人说出来为什么他不动啊？这个地图我不知道怎么设计的，就是所有人从洞里出来之后呢，第1秒的时候呢是不能动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虽然说咱们也不会挨揍啊，但是他确实不能动。好，把所有小兵先勾引出来，然后呢卡到最上方，因为那个位置啊，作为 Y 轴来讲，咱们是非常安全的啊。好，直接走。都是选择卡住 Y 轴的底方啊，或者说比较安全的地方，然后再搞这个事情。连续的1、2，好，跳 A 左右。好，这是 A 的，真过瘾啊！好，来，一会儿啊，你看这，哎，这一剑虽然说没什么太大的损失啊，这一剑也无伤痛痒，但是这一剑射的非常难受啊，这一剑啊，你射的他妈感觉他妈心态崩了。好，20级、24级是一样吗？是一样的啊。但是有的人的角色的某些特定的不一样，比如说诸葛亮的那个属性剑，他就必须得21级，他才能让自己不会挨电或者挨爆，就是太阿剑跟干将剑，但是也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主要是解锁了招式。好，其实这个地图呢，没有大家伙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。好，直接勾出小兵，然后直接进图。其实这里面呢，进图你看这个时间很慢，这里面进图呢也一样啊，主要是为了清小兵。里面这些宝啊都挺好，但是呢没啥太大用。单人的话有2个那个张灵剑，还有人盾书。你看这个忍者兵呢，就是拿破仑啊。赵云打这个拿破仑还不如诸葛亮。诸葛亮如果说20级，那 A 他2下就死了啊。好，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安全的哈。就这些小兵他如果要是你卡在这儿的话，他没有动作啊，他连攻击你他都不攻击你。啊，直接走，先清兵。一会儿呢，前面有一个小龙，可以加小跳龙啊，可以加血，但是没有必要啊。你也不让加，对吧？主要是也不让加，哎。
哎，不小心打了，他是不小心打到那个龙了，兄弟们，他是不是忘了啊？哎，不小心打到了啊，2个血杀刚好啊。他确实是这个应该看到了啊，一个跳 A， 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赵云的跳 A 啊，确实是比较变态啊，这个判定非常强，那个龙都能打着，我真是服了啊。但是我说无所谓，反正2个血杀，一下也能砍死啊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最后一个地图，这也是火狼回归之后第一次解说119啊，就是这么一个高能的视频。其实这个视频呢，很多人不愿意看这种视频，就觉得不够高能。因为这种视频呢，它这种啊是比较喜欢看现场直播比较好一些，因为你现场直播的话容易翻车啊。我发现很多人不愿意看他们成功，他们成功都只能说哎牛逼，哎牛逼呗，能咋的？就喜欢看他们哎你不牛逼吗？不牛逼啦，就这个啊，我看出来了啊，就很多小伙伴都是喜欢这手啊，我这都太了解了啊。当然了，这个牛逼是牛逼，真的。你这个你别说一般人，我跟你说这辈子我也别想这么玩啊，下辈子我也别想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反正是。好。不是、啊，你们是不是都睡着了？我这刚回来，你们就睡着了，兄弟们！我这长时间没有弹幕，你们是咋的？哎，这一刀还没整死啊！这一刀，我说怀疑好像我刚回来，你们就睡得劲儿劲儿的啊！我这带病给你们那啥，你们是吧？该配合我呀，该捧啊！小狼牛逼呀，小狼我喜欢你之类的。你这咔，你这带着病，然后你们不说话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没有，我就是肺炎啊，支原体肺炎啊。但 A 级大冯还是正常卡兵，我都要睡着了，我周老板还搁这听呢，我操！没事儿，明天咱俩该喝，该聚聚啊。我明天因为明天那啥也是定好的啊。其实正常你来也行，倒无所谓。你要现在能来也就那么回事了啊。我只要正常回去，明天中午把这个橘子一拌就完事儿啊。小狼爱你，我迷你小姐姐也比较屌啊。好，已经明天了，对呀，是明天了啊。我怎么没想到我这一解说了这1个多小时啊！这个挑视频挑错了，按理说应该12点之前就结束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防住，1、2、3、4大防，跳 A。你看打血太少了啊！这打血打的太少了，打的脑瓜子都大了。好，再快，你看，这是一丝血啊！但是呢，其实还是有一条命啊，这都是保底的。我估计啊，他这条命应该是死了。但是他要不死的话，我感觉他应该再说一句啊，比如说只死2命通关啊，大伙儿知道吧？这也就是说打曹操的时候不小心死了，我感觉他应该是死了。他如果不死的话，他一定会吹个牛逼啊，就不能说仅仅是1臂通关了啊，死2命通关啊，这么理解能明白吗？啊？好，还在赌这个曹操有没有这个小兵啊？曹操长得帅啊，你说这个样啊，帅的要死。1、2、3，哎，小兵在身后，看不看见？那你这说死就死啊，还能活得了你啊？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就是秋收打的。其实我个人感觉，这也是我解说过唯一一个赵云玩进玩法玩成这个样子的啊！我知道有别人，但是我解说的目前只有这一个啊。还有一个仅仅是赵云进血通关，好的，一刀劈死，看没见？哎，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啊！我就说他必死，他不死都是出轨了啊！血杀啊，这个无所谓。你看，就是没有小兵真的可以无伤的，有了小兵啊，这个铁甲兵太他妈变态了。
你哪怕给个什么戟兵都行，给个铁甲兵，哎呀，那就不玩了。好的，一个顶。哇，这个小兵跳劈没劈到，曹操还会补血啊，要小心啊。不过咱们时间按理说应该是够用，因为刚才咱们死人了啊，死人的话应该就够用了。挑起来，单 A 挑起来，前锁。1、2前锁，1、2、3，1、2、1，好，尾连，玩花活，1、2、3、4挑起来，单 A 追地踢挑没挑起来，反跑，1、2、3，小兵现在走位非常的合理啊，这个节奏不错，起身不让他加血就好，再追，没有追地了，别让他加血，好的，1、2转身1、2、1，血杀。对，别着急，小兵正好出来卡关键兵，追地漂亮。这正好你塔出来，我可以追地了啊，这就不用多说了。好了，可以看到呢是220万啊，捡了2条命，最终呢是死了正好是死了3条啊，这没办法啊。秋收来自于我们的最难3进一命啊。那 B 和 C 不进，其实想一想这两个对于新手来说，就是让你用你又能怎么样啊，对吧？能理解。但是这个赵云的跳。尤其是跳 A 没有的话，我估计难的都不是一星半点了啊！在片尾的最后呢，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狼解说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了。我们就下期再见吧。